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你是不是经常对着镜子，看着自己圆圆的小肚子，看着就觉得非常的烦恼？如果你正在有这个烦恼，那今天的这个视频一定要坚持看完，会给你不一样的收获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个梨，自己喜欢的品种就可以。加入清水把梨打湿，再加入一勺食盐将梨搓洗一下。平时我们在吃梨的时候，都是简单的用清水洗一下，把皮削掉就吃了。其实梨皮含有的营养很丰富，并不亚于梨肉，所以我们吃梨时带皮一起吃会更好。只要将它搓洗干净就可以。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平时洗什么水果都可以加入食盐清洗。搓洗干净之后，再倒清水把梨冲洗干净。然后把梨对半切开，如果你买的梨是比较大的，用一半就可以；比较小的话，就用一个。把梨核去掉，在超市里、市场上都可以轻松找到梨的影子，而且种类繁多，不怕你一种吃腻没得挑。梨是一种低热量、高营养的水果，一个中等大小的梨只有100卡热量，并且富含维生素 C。另外，梨中富含丰富的纤维，平均一个梨中还有5个纤维，相当于人每日需要量的1/4。纤维可以帮助肠胃减少对脂肪的吸收。梨在切开之后很容易变色，影响食欲，可以将切开的梨放入冷水中，可以防止梨发生氧化而变色。接着再准备一个白萝卜，把萝卜清洗干净。白萝卜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蔬菜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煮熟吃，吃法非常多，而且口感都非常不错。萝卜清洗干净之后，将它切成片。新鲜的白萝卜含有较多的水分，大约90%以上为水分，也含有一些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，包括膳食纤维、碳水化合物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， 以及钙、铁、钾、锌等矿物元素。适当吃些白萝卜能为机体补充水分，同时也可以补充一些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。萝卜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个苹果，同样加入食盐来将它清洗干净。苹果皮里面还有比较丰富的果胶，连皮一起吃营养会更好。苹果是十分常见的水果之一，苹果味道酸甜，口感好，价格较低，营养价值丰富，适合每日食用，对身体很好。搓洗干净之后，加入清水将它清洗干净。然后把苹果切开，去掉苹果核，苹果核是不能吃的。再把苹果切成薄片。一般来说，100克左右的苹果，它的含热量大概会在60到100卡路里。苹果除了含有一定的热量之外，它里面也富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以及膳食纤维，相对来说它的糖分含量是比较低的。另外，选择在饭后的时候吃一个苹果也是非常好的。苹果切好之后，和梨放在一起浸泡着，防止氧化变黑。
接着准备一口锅，把萝卜放进来，再把苹果和梨放进去。浸泡苹果和梨的水是干净的，也可以一起加进来。再加入足量的清水，将它们搅拌一下，让食材混合均匀。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煮开。煮开之后，将表面的浮沫撇干净，再转小火，慢慢的把食材炖煮20分钟。这个时间准备一把黑芝麻，加入清水将它淘洗干净。黑芝麻在晾晒的过程中会沾染很多的灰尘杂质，我们用肉眼是很难看见的，所以在使用之前也要将它清洗干净，这样才可以更放心的使用。黑芝麻营养非常的丰富，还有维生素 E、维生素 B1， 吃法也是非常多，可以做成芝麻饼或者芝麻馅的汤圆，都非常好吃，受欢迎。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锅里面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食材已经煮软烂了。再把洗干净的芝麻加进来，将它们搅拌均匀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加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再次盖上盖子煮5分钟，把黑芝麻煮熟。时间到之后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芝麻香味和果蔬的香味，汤的颜色也变深了很多，食材也是非常的软烂入味。现在就可以关火盛入碗中了。这几种食材放在一起煮，热量非常低，但是营养很丰富。食材煮得很软烂，也比较容易食用，特别是对于老人和小孩。萝卜煮好之后软烂入味，口感很好。梨和苹果也是带着淡淡的清香，非常好吃。如果觉得汤汁的味道比较淡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晾至40-50度的时候加入适量的蜂蜜，简单的调一下味，这样汤汁喝起来甜味就更浓郁。不喜欢吃甜的也可以不加，就这样食用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